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？有些人刚经历一个很大的祝福，下一秒就开始做出很奇怪的决定，像是刚祷告蒙应允就不祷告了，刚被帮助就开始自信过头，刚走出低谷又走出去。你会想说，你不是才刚经历神吗？但诗篇106篇13到33节直接告诉你一个很不舒服的真相，人不是慢慢偏离，是可以瞬间偏离耶。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指教。注意这句话的速度感，等不多时，不是过几年不是慢慢冷淡哦，是刚经历完神迹，很快就忘在旷野大起欲行，在荒地试探神。这里的关键不是需要，是欲望。他们不是没有东西哦，是觉得不够。然后神怎么回应？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这句超震撼。有时候你得到你想要的，反而不是祝福哦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。当人不满足，就开始比较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不是我？结果呢，地裂开吞灭，火烧起来，罪不只是情绪，是有后果的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，叩拜铸成的像。这段很荒谬耶，刚刚才看到神，现在就拜一个金属做的牛吗？而且更夸张，将他们的荣耀变为吃草之牛的像，把荣耀的神换成吃草的牛。这不是愚蠢，是心已经偏了啦，忘了神他们的救主再一次出现。不是神不够明显，是人记不住啦，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。等一下，这很严重，但下一句，若非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有人站出来，这叫代求。他们又藐视那美地，不信他的话。注意，不是拿不到，是不相信。结果在帐篷里发怨言，最后被分散。不信让人停在原地。他们又与巴力皮尔联合，意思是跟错的东西连在一起，然后瘟疫就流行在他们中间，选择会带来结果耶。那时菲尼哈站起来刑罚恶人，瘟疫就止息。这里很重要，一个人的行动可以改变整个局面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使摩西受了亏损。这句很重，别人的情绪影响了一个领袖，甚至让摩西失误。你以为问题是外在环境，但诗篇106篇说问题是人心的循环哦。这个循环是1经历神，2很快忘记，3欲望上来，4抱怨比较，5做错选择，6承受后果，然后再来一次。最可怕的不是跌倒，是你以为自己不会再跌倒但人如果不警醒，会重复同样的模式哦。你可能没有拜金牛犊啦，但你可能把安全感放在钱，把价值放在成就，把依靠放在人，本质是一样的，用别的东西取代神。那有没有希望呢？有，因为这段里面出现2种人，摩西代求，菲尼哈行动。当有人愿意站出来，局面可以改变哦。诗篇106篇13到33节不是在讲古人多糟，是让你看见人如果不警醒，会一直重复同样的错耶。但同时也让你看见改变是可能的。所以最后问你一句，如果你的人生真的有一个一直在重播的循环，你准备好打破它了吗？